经过团战比拼后，星厨全员晋级。素厨全体落入抢位赛，7位素厨将通过抢位赛争夺3个晋级名额。本场比赛主题请揭晓。本场抢位赛，大家需按照转盘随机抽取的条件创作菜品，限时90分钟。有请大众评审刘维为大家抽取本轮主题：中国地方风物。越是普通的食材，越有创意的厨师去加以。马友鱼我们之前有烹饪过，所以说对马友鱼还算比较了解。接下来是中国特色香料。我是。食材选择完毕，各位可以开始赛前准备工作。马友鱼，这个鱼很嫩的，我上次在澳门做过这个鱼。命运之轮抢位赛，限时90分钟，倒计时开始。这一轮呢，我用了2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麻芡，一种呢，我用它来腌制五鱼。首先呢，我就倒入生抽和麻芡，将五鱼腌制一下。然后把腌制的五鱼切断，放入搅拌机，然后将它打成泥，酿进南瓜花里，裹上面粉、鸡蛋液、面包糠，放在锅里油炸。最后呢，我将剩下的五鱼进行改刀，放到锅里，将鱼皮煎脆，用麻芡和大蒜一起低温炸油，这样呢，麻芡的味道就会散发出来，提取了它的柑橘香气，同时避开了苦味。将鱼放在炭火上，炭烤刷上，这一层油就大功告成了。哇哦，谢谢谢谢。好吃。我觉得这一道菜是你来节目做的最好吃的一道。对，就是我很喜欢你鱼皮的处理，就然后跟那个鱼肉搭配上，就是你有个层次感在那边。那这个汁，我觉得它这样，我反而喜欢这样清清淡淡的。你应该是把你的调味都放在鱼皮上面了，鱼肉上面上层，所以2个一起剖开来吃的时候，搭配那个汤汁一起吃的时候，是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balance。谢谢。这2个的鱼味调的都很好，唯一吃不出来的就是麻芡的味道弱了一点，因为我们还有调味的香料要突出它，这个稍微有点欠缺。First, I simmered a fish broth with kelp, toasted fish bones, and assorted spices, which I'd use later for clay pot rice. Next, I chopped cured pork and fried it with dried scallops until fragrant. The mixture evenly over the rice, poured in the fish broth, and put everything in the oven to bake. In that case, the rice will also carry the aroma of fish and Sichuan pepper from Yunnan.
请评委们品尝菜品。这锅巴真的好香，稍微有点咸了。如果不咸就优秀了。Well, I ate it all. This is an absolutely excellent dish. It's spicy, of course, coming from Hong Kong. I didn't know, you make a better clay pot rice than a lot of people there. 第三组是 Perry 大魔王。五鱼其实是香港的麻油，很多油脂，然后皮很薄，所以就非常适合炭烤。麻芡吃起来是麻柠檬的香味，所以酱汁的部分我就用干葱、蒜头和麻芡去煮，激发它的香气，然后再用青辣椒、青柠汁调味。我觉得西餐真的是没有中餐那么有优势的。西餐本来就是很多预备的功夫是在之前，时间真的太赶。他时间很赶啊 ，Perry 的时间只剩，哎呦，太紧了。看起来不错哦。Terry 做了一个法菜，汁呢，因为奶油打的有点多，所以很腻口。这个菜主题很突出，我个人感觉咸味稍微重了一点点。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它不算咸。好，有分歧了。酱汁非常的浓郁，配菜配得很好，因为它这个配菜可以完全解掉酱汁的那种腻，鱼皮也很干脆，但是肉质又很鲜美。我觉得整体平衡做的是非常好的，很好的一道菜。两极分化啊！我既然要做一个鱼的料理，那就是鲫鱼加五鱼，鱼上加鱼。鲫鱼已经在切了，那就是要吊汤嘛。鱼是我得心应手的料理。那么对于麻芡，它本身的麻度没有特别的高，它带有一点柑橘风的一个尾调，刚好跟鱼又是一个非常搭配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我想要把这个鱼做到本来最大的一个风味，我把鱼肉取下来之后，用细盐稍微腌制一下，然后我把麻芡涂抹在鱼的身上，让油脂渗透到鱼肉里面，把蔬菜跟鱼一起包在烘焙纸里面，然后就吃鱼的鲜味，再把熬煮好的鲫鱼浓汤调成一个酸辣口的汤底。好，非常好，大道至简。哇，哎，很嫩的，一切下去，哇，真的很嫩，真的很嫩。首先呢，它确实是风味工程师这个名字名副其实。这道菜它的鱼肉的这鱼的本鲜和嫩是现在做的最好的一道菜。吃到现在为止，你的这道菜是在我心里排第一位的。今天看起来这个鱼都挺新鲜的，蟹王拿的那条鱼挺新鲜的，
新闻呢一下来的时候，看见那2个食材呢，我看见呢我都不懂的。五鱼，五鱼是什么来？哇！我当时就蒙穿了。跟着那个麻芡是什么来？我看到这2道题到底要做什么胃口，我都不知道。后来查那个手機看看它是什麼嚟。一個西雙版納嘅麻醬，我唔知係咩嚟。那個麻葉就是好像那個麻子那樣，它有點像那個青花椒。哦，青花椒，有點青花椒。聽到說麻芡像花椒，我一下就想到用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做一個類似於水煮魚那樣的魚片湯。這道菜的難點呢，就是魚肉裡有骨頭，所以我就把魚片得很薄，讓魚刺不容易被吃到。然後用鹽、糖調味，加入麻芡調味料一起撈，讓麻味進到魚肉裡。最後呢，我怕魚肉不夠滑潤，就加了一個蛋白和一點麵粉，這樣吃起來會更滑口。我還加了一些洋蔥片呢，還有一些檸檬片呢，將它的酸度加起來，酸酸麻麻的，讓它的口感更豐富。最後呢，將花菜、辣椒還有魚片全部過油炸熟，把它炸香。最後呢，我選擇用這個花菜和洋蔥打底，然後加入我們的魚湯。哇，你们有做来的花菜，好，给你多一点花菜。哎呀，但这个真的很像我家里会做的饭哎。感觉哦，他们做汤底。它这个鱼，就是它是用过什么勾芡的那种粉吗？他去捏了一下粉，这个鱼不需要捏的。对，The dish, kind of like a fish soup with the pepper, it was a very weak dish. You look at the fish, it's a luxurious fish, mayao. You don't use that to make soup. So that's his first mistake. The second mistake's okay, if you're gonna make soup, you don't make it with, a very bland flavor of the pepper. 相对来讲，实话说，香港蟹王的鱼肉呢，就没有其他人做的那么的嫩。然后它那个锅仔里边的那种汤汁有点油了。哇，这个要6个人合意很难呢。你到目前为止还是陈小刚那个也还好一点。我觉得第一还是风味工程师。现在是只剩2位川菜师傅了，是吧？刚开始其实对马芡我并不了解，然后后来现场的老师把它推上来了，然后我试了一下，其实它跟花椒是异曲同工之妙了。因为花椒对四川人来讲就理解比较深刻啊，所以说我就很有信心了。因为麻芡和鱼本身就有一种比较浓郁的味道，所以我熬了一个蔬菜水来中和一下它们的味道，然后用中式的方法进行腌制，然后在这个鱼上面浇上大量的麻芡，然后浇上这个大量的油去给它浸，直接把它烫熟，大概在140度到150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油温，它也可以激发这个麻芡的味道。过后呢，我就把砂锅烧好了过后，然后配上了一点点我们云南的甜笋，然后再淋上我们这个过滤好的蔬菜水，然后我们把这个鱼放到我们的这个汤里，然后我还放了很多的沙葱碎和小葱碎，来提供不一样的这种葱香尾调，把麻芡和青椒混合在一起，最后把这个油淋到上面，让它快速的激发这个葱和鱼的香味。这全是麻芡，好香啊！闻到。
这个处理就对这个鱼是正确理解了。这鱼真的是做得好。那个是不咸，非常好。首先，我很好奇啊，像影视主厨，你之前也经常去山里面去找一些很特殊的一些材料。那你像你对这个麻芡是比较熟悉吗？第一次使用。哦，第一次用啊？对。这道菜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你是一个影视高手。如果评分的话，我给他100分。100分。哇！完美，我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觉得哪里需要改善的地方。我觉得他让我重新想要去更多的了解你。谢谢刘老师，谢谢。哇，这个评价很高啊！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用心都是用心的，没有一个说是随便来应付的。期待张主厨，这个主厨很厉害。张师傅说什么？应该是一个小炒类的，整个鱼全部切成了小的鱼块。我想了几个方案，最后还是选这个赌，就是用我们烧豆腐的那个方式，因为它保险，就是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口味。把麻油鱼切成块之后，用葱姜料酒去腌制，这样可以去除腥味。再将泡好的麻芡切碎，加入葱花来增加它的口感。我觉得这个花椒还是以麻为主，那个麻味很强大了，你要去平衡它，需要给它打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的豆瓣。我找的有豆瓣，但是豆瓣的质量达不到我的标准，我只好用现场的食材来进行一个调味。现场调配豆瓣酱，厉害厉害。然后在里头又加了一些辣椒，这么辣味把它提起了。就是麻可能会在前头，但是辣也要去配合。张老师应该是做椒麻了，椒麻鱼。强项呢，川菜太好吃了，椒麻鱼强项。我用豆粉、小麦粉还有蛋清混合在一起，给鱼肉挂上浆，把鱼块过油炸，炸到表面微微焦黄就可以捞出来。整个过程要控制好火候，把准备好的调料下锅炒，再把炸过的鱼块放进去煮。麻婆豆腐一样吗？我也感觉有点像麻婆豆腐，他用那个鱼肉做豆腐一样的。因为这个相对是比较熟悉的技艺，做菜的这个思路比较清晰，每一个环节基本上都在可控的那个范围内，就比较轻松。6分钟啊，装盘了。来了，香。胃口大开，漂亮！用烧豆腐的方法炖了这道鱼，它的风味辣，带一点麻，炭火鲜的特点都在里面了。谢谢大家。我师傅很稳的，谁来谁死。要不是上一场被我们拖累了。好嫩，真的好嫩。老师这道菜一上来，我以为是麻婆豆腐，但是呢，吃起来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把马芡啊和这个鱼肉啊完美的融合在了川菜里。它的味道更有层次，鱼的口感和麻芡的口感非常凸显。不错。它这个味道调得很正，甜味、辣味、麻味、香味融合得很好，就是平衡度拿得很准确。
啊，这就对了，多吃嘛。恰到好处，这个送饭菜完美，100分。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评委商议决定晋级者名单。哇，这何意何難咯！我想知你係揀邊3個？我揀用 engineer 1 2 3。你的第一是谁？我是那个张元富。对啊，我是89，他是90。还有一个我好像是应该是这个中卫工程师。我认为是那个厨艺八达通。张元富影视厨师，还有厨艺八达通。我觉得他们从对食材的理解到味道的平衡，都可以达到晋级的一个标准的。反正我的第一肯定是陈小刚，我的选择一定是出于我自己的珍惜。既然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我还是非常希望能从一个真的就是感觉来到一个餐厅吃饭的这样一个路人的角度去感受每一道菜。你的前3是谁啊？我的前3是周杰伦、潘玮柏、王力宏啊，不是，很有品味。但是我还是更多希望听专业老师的意见。你挑这2个，对，他肯定会重复。他是重复的。还有一个 ，OK， 你挑的是这3个，好。我挑的是1个、2个，也是重复了。1个、2个。Engineer 4, right? 对 ，4。This one 6. 5. Yeah. 3. From the selection side, you can see that it was a close race. I think it was a fair selection based on merits and based on opinion. 把我们打分的结果做一个统计，基本的票数还是集中在这个3个人，所以大家共识还是一致的。好了，不改了。现在公布晋级者名单。用的相对对的方法来做这道菜的话，我觉得展现的也算是我比较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对这一轮菜的构思之后，我觉得这个名额我一定是势在必得。我肯定有信心去晋级的。请宣布第1位晋级选手。这一位，我觉得他今天做的鱼是非常可口的，很嫩，表达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好，应该是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口味的，所以我得到很多的惊喜。今天所有的厨师的呈现的出品都非常的不错，也很用心。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的赛制就是这么残酷。这一次我们只有3个名额可以晋级。那接下来我要公布的这位老师呢，他的票数非常多，他除了菜做得好，在做事情方面也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好，这是八达通，厨艺八达通。3位晋级的老师就是经过团战比拼后，素厨全体落入抢位赛，你们将从队友变成对手。本场比赛主题：命运之轮。要把他们打败，说实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于队友最好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It's elimination game, which means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pressure. I not really regret actually. You got into that position, so don't tell me you don't want to win. Yeah, I want to win. 兄弟撞车了呀！我做的也是这个，比我那个还好。希望我今天可以感受到属于你们独有的个性。哇，这个还真没看过，哇，好嫩！我觉得这一道菜是你在节目做的最好吃的一道。好吃的餐，巴适的饭，我给他100分。哇，这个送饭菜完美。I ate it all. 哇哦哇哦！还没吃2口，要吗？还有，都是给你的。再吃2口会不礼貌吗？再吃1个，我没吃过这种。请评审们商议决定晋级者名单。难喽！让我们恭喜。你的前3是谁啊？周杰伦、潘玮柏、王力宏。